始了哈。尼克来了，尼克，大家晚上好，现在是晚上的10点半，咱们今天的夜谈会就即将开始。那么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呢，咱们的主题是直播连麦。那么等一下呢，我会把这个连麦的权限打开，也是第一次用啊，可能有些不熟练，大家多多包。这样的话，我等一下把连麦的权限打开以后，如果大家有这个奇闻异事或者是一些奇异的故事，都可以通过连麦的方式来讲述了。看一下，应该是在哪里设置？能听见吗？能听见吗？我现在用的是这个耳机的声音哈，用的是耳机的声音，能听见吗？麦克风现在能打开了，我看一下，连麦在哪里？应该是在工具，不应该是在工具里头吗？为什么我没有看到？这还之前做功课来着，为什么我没有看到连麦功能？房间管理也不是啊，这就很奇怪了，难道是要选分区？分区怎么是颜值？怎么会是颜值？生活，稍等一下哈，奇了怪了，我说的娱乐生活萌宠时尚运动生活乐，我应该选哪个分？妈呀，以前的聊天怎么不见了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给我分到颜值，我有颜值吗？呃，这就很奇怪。嗯，聊天交友更新分区试一下，有没有连麦功能出来？为什么还是没有呢？这就有点尴尬了，这就有点尴尬了，还会整啊？有会用的吗？教教这个分区聊天交友不行，那脱口秀呢？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这更新分区为什么连麦功能就出？很奇怪，声音好小。现在我用的是这个耳机的麦，离嘴那么近，你们听的声音小吗？声音小吗？声音听不见。
先别急哈，我这边连麦我还没有调出来。根据我之前调的，根据我之前设置应该是可以，为什么不行了呢？为什么今天不行了呢？还听不见吗？还听不见吗？我现在应该是用，已经能看到连麦话筒了，是在哪里？你们那儿能看到吗？我看一下，让我看一下电脑端能不能操作？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这个电脑端应该在哪里操作？我真的是有点尴尬，有点尴尬。对，一直能看到那你们连接请求连麦的话，我这边应该能看到连麦请求的这个信息才对，是不是？谁试一下？要不，嗯，谁试一下发起连麦，然后我看我这边能不能发起，能不能接收，有没有提醒？哦，有，李神正晨，哦，连麦，李神郑武晨，能听哎，见吗？连上了，听得见吗？哦，能听见吗？我能听见，你能听见吗？哦，我现在能听见你的声音了。大家能听见吗？大家能听见李神郑武晨的声音吗？各位能听得见吗？嗯，我的声音你们能听见吗？还是说我的声音小？李神的声音大？还是说现在一起声音都大了？大家给我一个反馈哈，我这边调整了一下音量。那我的声音小一点儿，你别了。OK，都可以了。好的。那么今天第一个连麦成功的朋友是李神啊，李神，你有什么故事跟大家分享吗？我记得我以前好像和你说过啊，就是说我小的时候，就是可能是还是眼睛很干净的时候啊，在我姥姥家，当时就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啊，我突然的睁开眼睛。然后外面是大月亮地，那会儿就是还是九几年，可能是91年还是92，不是，反正是5、6岁那会儿。那会儿的就是那种老房子，外面就是还是那种上面还有那种糊纸的那种的，各位可以知道吧？嗯那睡觉的时候，我发现在这个窗台的，这个外面啊，印出一个人，是一个比较胖的，我到现在还记得他的肚子比较大。因为我一直认为我是不是我大舅站在那儿，因为和我大舅的身材很像，但是呢，应该不是，因为我大舅他不可能身子那么灵便，跑到这个窗台上面去站，看了好一会儿，这个人影啊站了，反正我是看了好一会儿，看的实在无聊，我又睡着了，他就一直没动，就一直在那儿站着，是个人影，不是汤圆。你要说他的肚子像是有些汤圆，确实有些接近，确实肚子那个位置比较圆。然后还有一次是什么？就是我小的时候啊，不是住在我奶奶家，要么就是住在我姥姥那里。还有一次就是晚上，我从我家我奶奶接我去她那里的时候，在这个房顶，就是老房子那种房顶，我们这边叫东房山，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是怎么称呼的，是不是就是东房山、西房山那种？
我就发现啊，这个东房山的上边趴着一个东西，好像是个人，但是也不应该是个大人，应该是个小孩那样大小的那么一个东西，那么一个人形趴在上边。我问我奶奶，我说东房山上趴的什么东西？我奶奶说没东西啊，反正她是看不见，我能看得见。我也没太在意，真的，小的时候这些东西可能是也是不知道害怕。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还是在我姥姥那里，这回不是在我大舅那里了，是在我二舅那里。这个是在晚上的时候啊，这个可能还要画一张图才能说明，就是怎么形容呢？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这不是有这个院子里有那种灯，但是这个灯它照的我这个影子，按理说应该是往东边去的，我的确看到我影子了，西边的位置。然后我在往东走的时候，这个灯光就说照着我这个影子是往东走的，但是我看到南墙那边有一个人影，他一直走了，一直往西走了，然后就是慢慢的走到消失在那么一个影子里，那个黑色的那个一个影子里了。我就说见过的一些比较奇怪的事就是这3件，反正这个我确实记得，这是确实见过的。这嗯，个以前猫猪你直播的时候跟猫妈那会儿我发那个弹幕的时候，可能也发了，可能也吞弹幕吧，因为吞那我发现我这人说话也邪门儿，邪对是你说的万幸嘛。其中，对你说的这3个，其中有2个我是有印象的，就嗯是第一个在纸糊窗户外头看到人影，还有第3个看到一个影子和你行动的相反方向移动，对，这2个我是有嗯印象的。另一个可能是当时弹幕被刷掉了。反正是当时是晚上说是回去睡觉嘛，然后那段反正是把我这个弹幕吞的挺厉害的。那会儿就是是是那会儿你还没小宝宝呢。是，现在已经有小宝宝了。我看过一本书，好像是有过这么一本叫《恐怖的3个月》，也就是说小宝宝刚出生到3个月的时候，那是最恐怖、最累的时候。是，但是经历过当时真的是很痛苦，然后，但是到现在以后，知道当时过得很痛苦，但是具体怎么痛苦，好像突然想不起来了。就有了小孩儿以后吧，你就会沉浸在这个有小孩儿的这种乐趣之中。这个怎么说呢？其实有些时候，你的辈分转变一下，你的身份转变一下，你也会发现，就说生命的这种延续，可能也是一种很神奇的这么一个，也是一个很神奇的这个对说，怎么说呢？一种感情吧。这个不好解释，毕竟我作为一个老光棍儿，我说不好这种感觉。对，可能是就是一种很奇妙的身份的转换，然后整个人的这个心态啊、想法都会发生变化。OK，那么回嗯，到刚才李神说的分享的这3个他亲身或者是听到的啊，都是亲身经历了啊，那他这确实是的一些亲身经历，反正信不奇怪的信由你了。一些奇怪的一些这种看到的东西，这3个好像都和影子或者是看不清的东西有关哈。第一个是窗户上的对影子，第二个是对，在东屋山上的影子，嗯，然后第3个是反方远方向走的一个影子，但是反方向走的这个影子。确实是灯光照的，但是这个灯光，我这个影子确实是在我的身子下面，我看了，我还特意看了。那天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也不知道害怕。那会儿可能都已经长到十几岁了，已经进入青春嗯期了。这我记得嗯，特清楚，就这是第3回，是，可能就是在那之后也就再也没有看到过那种东西。嗯，那有可能按理，嗯按理说就是最后哈，快要嗯，看不见的时候，
可能要么就是一种灵力，或者说是一种东西，它已经离开我了，也有可嗯，能。是，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可以这么嗯去猜想，确实很神奇。有的时候影子在很多古代的这个传说之中，影子也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的。有的时候是代表着魂魄，有的时候嗯呢就代表着本命，还代表嗯着一些其他的含义哈，嗯确实挺有意思。包括像这个有一个叫含沙射影这个成语，可能大家都知道哈，嗯嗯嗯嗯说的就是一种这个毒虫啊，它嗯就是会怎么害人呢？它会含着一口毒沙去喷你的那个影子啊，嗯然后呢去假想它去攻击你，然后这个成语延续下来以后就变成了含沙射影，就好像是人在对着这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啊去进行攻击，就是这种感觉。包括以前还有一个故事，说是某一种蛇呢，它害人，它不是咬人，它是通过去击打，跳起来去击打人的影子，然后呢会让这个人身体一点点的变得很差，然后最后夺取他的性命。也有相关的一些关于妖怪的传说，都和影子有关。嗯，这个刚才有一个人说这个是这个怎么形容呢？我感觉我这身体啊倒是没什么大事儿，因为就嗯，是怎么说呢？嗯，昨天昨天晚上我去混剧组了，哦，这个说实话啊，直播之后我很久都没跟你聊了，就说我的近况，我混剧组来着。哎，这挺好挺好啊。这具体能分享分享你的经历吗？哎，第一天混剧组我就看到了李晨。这个，哎，这还有很多接触的机会吗？是吧？哎，怎么说呢？我倒是没跟他聊天儿，我也没跟他有过多接触，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感觉那个场务那个人呀，嗯，这个模样也特别像嘎子里边那个戴着眼镜。对啊，老子吃鸡我从来不花钱，但是李晨一来，那就如同是太君来了。哎，陈哥您如何？那因为那一次是夏天拍的冬天的戏嗯，啊，然后就是拍完一场之后，他是拿着一个小电风扇，你们知道那种的，就是手上那个充电的那种哎，的嗯，啊，赶紧撩开李晨的后边的衣服，哎，陈哥，我给你扇扇，我给你扇扇，哎，在我们面前那是趾高气扬啊，哎呀，你可以感觉，你可以感受一下，这当时就真是一副汉奸的样子，狗腿子的样子。太真实了，太真实了。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一个笑话，也不能嗯算是一个笑话，就是说人就像一只猴子，它在一棵树上往上爬，当它在在下面的时候，抬头看见的全是屁股；嗯哼当它爬到上面的时候，低头看见的全是笑脸。嗯哼确实是这样，就该社会的现实就是这样。嗯。你要说剩下现在，说实话，这一片儿就是拍网剧的居多，因为我在北京这边儿。然后就嗯是你要说是拍那种大场面的，一般都是在横店那边居多。嗯这个我也就见过一个回他，然后第二回看见的一个是在平谷，是看见曲尼茨人了。我嗯，跟好多人提这曲尼茨人，很多人都说曲尼茨人是谁呀？对呀，是谁呀？我替大家问一下。嗯，那个王宝强演的那个《隋唐英雄传》，你们见过？你们看过没有？演隋张丽唐英华那个雄传女的，演张丽华那个女的。对不上号了，我是真嗯，对不上号了。是我也对不上哈，因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最开始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我看到他的时候，我跟他聊天，我说你是新疆那边的人是吗？我是藏族人，想了半天，我说藏族人，我说哪儿还有这个呀？因为他鼻梁特别高，鹰钩鼻特别明显，
就是见他面的时候。反正跟他的那一场，这算是一场对手戏吧。我这算是高抬了啊，我这算是不要脸说的了。因为什么？因为算是面对面的那样的，就是说对着拍。嗯，我好人啊，我演的是个流氓。以后你们去看看吧，好，你还能看见我吧？这个就咱们的这个圈子里头还有能上荧幕的啊，能上屏幕的，咱们大家都留意留意哈，说不定就看到了。哎呀，哎，对了，毛主，你还记得上次就是那个关于就是玉石的那个守护的那个是吧？嗯我不是说我的那个是那个隋炀帝的那个13跨玉带吗？结果嗯，谁能想到啊，我的玉带是隋炀帝13跨玉带，谁想到我能遇见曲尼斯人这个扮演张丽华的人？哎呦我的天呀！这个冥冥之中好像有的时候这个事情就真的很巧合哈，拐弯抹角的，你不知道怎么这个它就能凑到一起。这怎么说呢？这个有些人说这是一种立场或者是一种磁场吧，就是每个人之间的。嗯，不过说实话，毛主，如果说有机会我去山东的话，如果咱们能见面，我肯定不会晚上留在你家里。为什么？小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算卦的说过我我身边总是跟着一个鬼。因为你孩子还小，哦，明白你明白明白了吧？明白了，有心了。这个我，哎，这个我不知道子不语或者说是《聊斋志异》里边有没有那种的，就是说身边就是有跟着这种的。因为我上学的时候，的确，我那会儿有一个同班同学，他也姓李，他就说嗯嘛，说算卦的说他身边总是跟着一个人。我说跟着一个人我不知道，我说算卦的说过我身边跟着个鬼，我知道。这个可能是对别人不好，尤其对孩子说不好。像刚才说的那种守护灵，但嗯，是它可以确保我性命无忧。唯一的就是说可以最大的保证就是确保我性命无忧。确实这个还真是挺有意思啊，挺神奇。对，嗯，这个，所以我问你嘛，就是说子不语或者说会议里边有没有这样的，我就不清楚了，因为这个毕竟到时候你看过嘛，是吧？嗯，倒这也是是算，有类似的故事是讲的，比如说像一个人他去世了，但是呢他没有意识到。我之前也讲过一个他嗯和他被这个当地的这个官员赏识，然后官员呢很器重他，资助他考学，但是他一直考不上，最后嗯就病死了。但是他死了之后，他没有意识到，没有意识到呢，还是像正常的活人一样出现。那个官员发现考不上了，就邀请他说："你跟我一块回老家吧，我是东北的嘛，说你跟我回老家吧，到那边给你安排个差事。"他就觉得拉不下这个面儿，不愿意，就托称自己生病，实际上他就是生病了。后来呢，嗯等那个官员等了他很久，不得不走了，他终于登门了，就是说被这个官员的诚意所感动，跟着走了。就跟着官员一直到了东北老家，又教这个官员的孩子，把这个孩子给教出来，让他考功名。后来这个孩子很争气啊，就去了京城去考。去呢，就把他这个老师也带去了，就说你也接着考考吧，因为那个时候活到老考到老嘛，对吧？你也考考吧，嗯说不定考中了呢。哎，结果他去了京城，还真是考中了。考中了，给他派了一个差事，让他去做官儿。刚好那个地方离他老家又很近，他就想着终于可以荣归故里了哈。等到了家呢，到了那个任上那一片儿，他就专门去一趟家里头，想去看看老牌子，那么多年没见了。刚进屋呢，就看见停着棺材，他嗯老婆看见他以后吓疯了，就说你死那么多年，你怎么不如是有什么不如意吗？大白天的你显灵显圣的，这吓人。
结果他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然后扑倒在棺材前的地面上，不见了，就剩下了一身衣服。如果说起来的话，那么他去东北跟他的这个有知遇之恩的这个老父母官一起生活的这段时间，可能某种程度上他就相当于一个守护灵的感觉吧，也是对他们家有一些回报，然后包括教他官员的儿子，帮着他官员的儿子考中功名，那他其实就是相当于充当了一个守护灵的角色，有这么一个故事。这个啊，就是刚才那个，他那个都是一串英文的那个，就说疑心生暗鬼，这个什么呢？这个我记得古汉语里边说这个鬼并不是一个贬义，或者说是一种恐怖的这一个意思。就说最早古汉语这个鬼，其实主要说的就是祖先，就是说保护家里人的那么一种灵吧，可能就是那种灵。就是说最早的那个古汉语这个鬼的意思。是，就它的这个含义其实是不断的在变化之中的，有很多过去的含义消失了，又会增加一些进来新的含义。OK，对了，那飞凤么我凰说的这个看后鬼神。面应该还有其他的网友在排队。好的好的。OK，那我们好的。把机会下次再见啊。还没，好，感谢李神的分享。那么我先挂断，后面好的。连麦的朋友就可以接进来了。好，拜拜。OK，下面这位 ，Hello，你追求您的少女。Hello， 小猪听得见吗？Hello， 能听见。追求您的少女。好嘞。哇，你这边你是在户外吗？哦，对，我现在是在外面。我听到了这个比较繁忙的背景音。还好吧。然后我这次要讲的故事应该大概有3个吧。然后我之前不是给你投过稿吗？这个应该要从18年、19年的时候，我本身就是属于医务工作者吧，就是在医院工作的。然后18年那会儿吧，然后我大概就是自己请了一个神像嘛，排骨缸的神像。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请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我当时是在手机上刷软件，然后就突然刷到那个神像，然后我就感觉就是跟他之间有那种联系嘛，然后我就特意线下去请了一个他的神像，然后就摆回到家中，然后就是摆回完之后，第一天的夜晚，我就看到我请回来的那个神他现身了，他就是直接让我看到了。你说的看是什么意思？他是整个现身，整个是让我看到的。是在梦中还是？哦不是梦中，是现实，是完全清醒的状态。因为我给他单独放了一个屋子嘛，我当时就是所有东西都整完之后，马上准备要睡觉的时候，大概差不多12点，那时候睡觉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走了那个我布置的那个就是那个房间，布置神像的房间嘛，我就进去看了一下，然后正准备就是看完一圈，就是看完之后我准备要上床睡觉，就出这个门的时候，我就突然听到有人说，大概有2个人在谈话，说是这个小丫头吗？然后我就转身，然后我就看到了那个特别高，然后完全看不到脸，他是穿的那种像古代的那种龙袍吧，应该是蟒袍，大概就是那种是黑金色的。
但是只能看到就是比如说下半身，就是很高看不到上面的地方。对，是完全看不到，就完全看不到他的脸，但是是能看到他整个身体的。后面，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这跟他大胆的沟通了起来，然后，我说，当时我可能是在心里给他说的吧，他应该这个视频应该是能听见的。我说，我当时就直接呆住了，呆住之后，他可能就大概盯了我一会儿，盯完之后，然后他就消失了，就直接消失了。OK， 这是其中第一段。对，是，然后第一段，后面就是我大概就是疫情那会儿吧，19年那时候，我有个事情，我要去武汉那边，武汉的一家医院那边，然后第二天就开始做梦，晚上做梦，然后他就下来跟我说，你不要去武汉，武汉那边要出事情，你就待在本地，哪儿也不要去，他就直接告诉我。就是直接提醒我这个事，然后还有就是疫情期间嘛，但是当时你可能就是根本不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因为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他提醒的时候，他就表情蛮严肃的，他就是语气可能是有一点凶，说你不要去武汉那边，那边要出事情。然后我就没有去，然后就是一直在我们这边本地这边这个医院待着，然后一直到疫情开始之后，我就要去给别人做核酸嘛，就一线做核酸，然后就是虽然当时我们穿得很严，然后很严，但是还是有我其他同事感染了新冠，但是我没有，完全没有，就除了这一点，但是完全没有。天选打工人，你倒下了以后，你仍然坚持到一线。当时我已经是快整个累得快虚脱了，我实在是累得受不了了。说起这个，我和你感同身受，因为我虽然不是医疗行业，但是也是行业的，也是就是越是节假日，越是别人盯不上去的时候，我们越要盯的这种性质。然后呢，疫情的时候救援动全都躺下，就是最后放开，全都躺下了。今天躺2个，明天躺2个，肉眼可见的人一天比一天少，一天比一天少。但是工作需要维持，需要运转，就剩下的几个人，就是把其他人。是的，完全就我们这几个人就上去顶着，后面增援来了之后我才退下去，当时我累的真是完全已经不行了。我能理解，因为当时到最后的时候，我就一直我都是好好的，一直没有，然后就一直我坚持到最后，别人很多都已经病都好了又回来了，我还在。我非常能理解这种天选打工人的感觉。天选打工人，天哪！然后后面就是我在那家医院也碰过很多奇怪的事情。我们那个医院就是以前是没有事，但是自从就是把我家神明请回来之后，就开始碰到特别奇怪的事情。然后就是晚上有几次，我们那医院它是有2个电梯嘛，有一个电梯是那个专门运废料的，有时候也会运一些去世的病人。我当时走得急，我直接就坐了那一辆电梯，然后我准备要是下到1楼，然后那个电梯直接就给我干到地下去了。然后我们地下那4层那边是直接就是停尸房，然后我当时就蛮害怕的。
当时，然后我就闻到了一股香火的味道，就是那个香火味一出现之后，那个电梯就完全好了，然后那电梯就慢慢开始往上升了。还有一次是我在办公室里睡着了，但是我做梦的时候，突然就梦到一个女的把我们那个办公室的门给打开了，然后一步一步的往我这边走，就是慢慢的接近我，然后弯腰那种，看着我脸，然后我当时完全动不了，然后我又闻到了香火味道，然后那个就消失了，然后我就醒来了，然后我醒来之后我直接冷汗直流，也太可怕了。我还有一身上有些毛毛的了，不知道其他朋友听到这段讲述有什么感觉？还有一次吧，是蛮严重的，我就是应该是7月半7月份的那个时候嘛，然后晚上我值夜班，当时我就一个人在那值夜班，然后也没什么病人。我当时我们那边走廊那边有个窗户嘛，我就想随便望望，就是发呆一会儿，然后过去之后就突然有人在我背后就是脖颈处那边吹了一口气，我当时就被吓了一跳，我就赶紧出去，出我们那个诊室走廊那个门口那儿，我就出去之后我就突然听到一声特别凄惨的叫声，而且那声音还是男的。当即我听见之后，我就赶紧冲出去，但是冲出去之后，不是那个地方有个拐角嘛，然后我就突然听到了锁链的声音，是很清晰的锁链的声音。然后因为我本身就是也容易碰到这个事情，然后我朋友也多，有很多就是混玄圈圈这边方面比较懂的，我就赶紧给我朋友发消息，我说怎么办呀？有人给我吹气，然后我听到叫声音，又听到锁链的声音，然后那个朋友说你现在赶紧回到你办公室里头装睡，外头发生任何事情你都不要醒。然后我就照做了，回到我那个办公室，我就开始躺着装睡，然后那个锁链声音就越来越近，然后还是2个人的脚步声，然后我那个屋子，然后瞬间就冷了，就是那个刺骨的冷，然后我就听到那就锁链的声音，那2个人吧，就是越来越逼近，然后甚至他们还在谈话，但是我听不懂他们俩在谈话，听不懂他们俩在说什么。然后我当时趴在桌上，我应该是能感觉到他们俩应该是进来了，他们俩就直接进来了，然后突然我又闻到了一股香火的味道，然后有人就突然就拍了一下我的脑袋，大概拍了2-3下，然后就是大概那2个阴差吧，应该就是看到我家神明现身了，然后我家神明就给他俩沟通，然后说你们俩要找的东西不在这里，出去。就是然后当时那2个阴差就是也有网本来就是李神你也听到对了，我也听到了，我刚才没说这个猫叫的声音是我这边的，是我这边的，对是我这边的，那边的，我也听到了，我时间拉满，真的还好吧。我先说一下，这个不是守护灵，是我家的神明。我家的神明是
叫黑虎爷，是赵元帅，你们应该知道财神赵公明吧？道教的神明赵元帅。赵元帅那个就是他的坐骑，是我们家的神明，是我的神明。哇哦，听上去莫名的很帅。是的，真的是很帅。然后他除了有人身之后，我还见过他，就是大概是圆形，就是一只黑色的老虎。我当时有一次我不知道咋回事，我就干了一件特别蠢的事情，然后晚上做梦的时候我就梦到了，我一直在哭，我哭的不行了，然后我就抱着，我就直接跪在他脚面前，然后我家那个神明就特别嫌弃，一巴掌把我拍开了，拍开之后我就醒了，真的是。符合大猫的这种高冷。啊，对，确实他确实挺蛮高冷的。然后我当时就是他们谈完话之后，就是大概那2个阴差就走了嘛，走了之后就开始寻东西了，应该是找他们那个要逮捕的东西，然后我那屋子就瞬间就恢复正常了，就温度也不冷了，然后我就闻到香火味，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本来精神就很紧张，一直绷着一根弦，然后突然就放松了，放松，然后我就睡着了。然后睡着之后然后我同事就来接我班，就把我给拍醒了，大概就是这个事情。确实，哇，这个讲的真的非常的让人觉得哇难以置信，但是又觉得很有意思啊，真的很有意思。是的，我虽然我小时候经历过那种事情，但是我也不相信真的是有神明，然后在我眼前突然就出现，让我看到。有杂音啊，确实是有一些环境音，大家这个多多包涵。有一些杂音吧，可能我们家这边的磁场比较强吧。像追神明的少女刚刚分享的她的个人经历，是和关于自家供奉的神明有关，然后在某些比较恐怖的或者是比较特别的时刻，它会以一种闻到香火味的方式来出现，去屏蔽掉一些不太好的东西。还有一次是我跟我朋友遇到，但不是我，是我朋友，他就是我们俩走夜路的晚上回去的时候，他就突然听到有人叫他名字嘛，就在他背后喊了一声，我立刻就明白这是一个经典。但是他已经回头喊过了，我立刻就明白是什么意思，我就把他拽到我家，然后我说你今天晚上回来跟我一块住。然后回头我就开始上香，跟我们家神明说，我说我朋友被缠住了，你帮我一下。然后他就出手了，他又出手帮我了，就是帮我朋友整治一下吧。还有一次，大概是我也不知道是梦境还是我灵魂真的出窍了。有一次我出窍，然后我就自己看到我自己在床上睡着了，我当时就漫无目的的游，然后我直接就从我房间的门口那直接穿过去了。我正准备就是出我们家那个门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怎么出我也出不出，也就是出不了这个门，我们家那个门大概就应该是被挡住了，应该是不让我出去。这
这应该是在保护你。如果你出去的话，可能不一定回得来了。可能会丢，也有可能是发生别的事情吧，大概。这算是这应该不是保家仙吧？这个概念不一样。这个是哪位网友泥嗨小泥说的，这个概念应该是不是保家仙，不是。对，保家仙如果从狭义的就比较狭义的概念上来说的话，保家仙就主要特指胡黄白柳灰这一路啊。那种概念呢是应该是起源于北方的萨满教。它讲的是这个野生的一些动物修炼成精通灵了以后呢，对，应该是东北那边的。对。但保家仙这玩意儿，我也见过，但从也算是见过。来说呢，保家仙虽然被称之为仙，但实际上它属于精怪，就是它的级别。我先在这里科普一下，我家的大猫咪，它属于正神。已经是正神，他是正神，他不是家仙，不是家仙。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保家仙的话，咱就是称之为仙，实际上是给他提了一级，就是表示尊敬，提了一级。实际上他没有达到神明的这个层面。从这个民俗学，我们讲的民俗学哈。对，他们保家仙嘛，他们就是抓马地，然后积功德嘛，积累可能一定程度之后就可能。理解为游戏里头攒经验值，做任务攒经验值，就大家可以大概类比成这样。他们在人世间，捉妖也好，或者是借着这个出马地府去帮助人也好，或者去给人消灾解难也好，实际上都是相当于在完成任务，完成他们修炼的一个必须要经过的过程，有这么一个概念啊，民俗学的概念。OK。哎，我又闻到香火的味儿了。这个很快就闻到了。我不清楚，我到晚上回去我问问。然后还有次让我记得，因为经历的实在太多了，就除了那个天脸阴差那个经历。哦，对，我好像在梦里也遇到樱桃花，就是对，这种就是樱桃花，就是有些女孩子。对，我当时就梦到，就是在一个房间里头，然后站了一排，我旁边也有人，但我也有女孩子，差不多跟我年龄相似的女孩子嘛，然后突然就进来了好几个人，就他们就是那种整个人都很木讷，然后就开始打量我们，然后一般在谈论，一般就是手指，就是感觉是像在挑选一样。然后他们其他人都挑完了，然后就轮到我的时候，突然我听到一声很大的，就是老虎吼叫的声音，你们应该就是刷视频的时候听到过，然后特别大，吼了一声，然后我面前那几个男的就突然就是后退了好几步，然后就是有点慌张，就立刻就直接就逃跑了，然后我就醒了。追神明的少女分享的这一系列经历呢，都是围绕着黑虎爷，围绕着大猫咪展开的哈。从各种细节里头我们都可以看到。你的但是他这啊，对，就是因为这个我才取的，所以我才取的。但是除了就
我之前不是也给你投过稿，那个就是大概应该是我初中的时候那个是吗？是那只白猫的故事。是那个，就是白猫故事是另一个，不是，是那个，就是两个鬼在掐架，然后被当那个交替抓走了那个。对，我们家还有其他供奉的神明，不止我自己供的。我爸妈他们也供了。白猫那可能是我记差了，因为我之前也收到过一个网友投稿，他讲的就是他小时候的经历，遇到一只很大的白猫，那应该是白虎，它应该是就是白虎，应该是白虎。他就认为那是一只很大的白猫，然后也是发生了一些就比如说危险呀或者奇怪的经历呀，就会有一个小孩。他们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命里就是可能是带了一些，比如说带白虎啊、青龙啊，或者是朱雀什么的，也算是自己的守护灵吧。这又是另一个概念，就是正神、保家仙、守护灵。有的时候他们包括像刚才李神讲的，身边跟了一个，有的时候他们的效果类似，在某些情况下，但是呢，他们又不等同，概念又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我感觉我自从就是有我家神明保护之后，我就有点失宠，就是那个狐假虎威的感觉了。我就是出差的时候，就是我有次出差，然后出差住酒店嘛，住酒店大概他那个酒店，他正好他给我安排了一个房间的尾房。我当时行吧，那我就住吧，反正我也不怕，之后有东西我也不怕，然后我就直接住进去了。然后晚上出来上厕所的时候，还真让我看到了。我就是上完厕所，我洗完手，准备转身的时候，那个门把那边就突然伸出了一只红色的手，就是那种，我当时想他应该是被烧死的那种的冤魂，红色的手。然后慢慢的，他就把脑袋探出来一直在这盯着我看。我也转个头跟他看，我说，直接就给他对视了好几秒。我只在心，您等我到了，你赶紧滚行吗？然后他直接消失了，然后我就直接躺床上睡着了。这是有靠山啊，硬气就能看。那是硬气吧？对，横着走。然后有大哥带，横着走。然后我那个红手绿手大白手的那个笑话。那个鬼应该可能是烧死吧，因为烧死的那种鬼，它呈现的就是那种就是黑里透着红吧，就是那种感觉。烤肉的感觉。对。OK， 那我们后面还有排队。排队，好吧。好，如果我后面要是还遇到什么事情，我还会讲的，大概应该就投稿吧。好，欢迎等你投稿，尤其是就是有一些可能想起来的就比较散乱哈，如果能够把它我这边规整，我以后完整。我大概以后可能会入道吧，因为我这边现在已经是打算辞职了，然后就是下半年就是我想就是去道观嘛，做个义工，就是好好还愿吧，就是那种。然后我也给好几个道长都联系的，有个道长是同意的。不管选择如何，一切平安顺遂吧。好的，谢谢。然后我也祝大家直播间的各位友友们幸福，还有
我在那个恃宠而骄一下，就是自从我供奉了我家神明之后，虽然没有发过大财，但是小财是一直不断的，就没有停过。真的就是没有停过。是，大家想一想，黑虎爷是谁的好伙伴？黑虎爷他是在民间，他也有招财的意思，然后也护小孩嘛，就是大家如果就是安利一下我家的神明，就是大家如果就是家里有些孩子出事的话，你们可以就是去拜一下黑虎爷，拜托黑虎爷去保佑一下自己家的孩子。当然招财的话也可以去拜一下。好的，感谢那我就好了。您的少女的分享。那么好的，祝大家新的一年发财。借民吉言呀，大家快接好运哈！快，大家赶紧接好运吧。接好运。好，那我们接下来时间接到下一位的连麦网友。好的。这位是名的少女，拜拜，我就赶紧先挂啦。好嘞，我这可以挂吧，我自己应该可以挂。OK， 下面一位网友是 Hello， 能听到吗，猫猪 ？Hello， 黑凤凰 ，OK。对，就叫后头仨字就行，前头不重要。好，前面是灵柩吗？灵卓。灵卓，哎呀，我这个眼神也不太好啊。没有，就我这个字确实不好读。OK， 好的，那么接下来是时间。其实就是跟刚才小姐姐比起来，我这个故事就没有那么精彩了，就是比较普通。对，那就是其实吧，就是因为我们家本身像我爸，然后就比较信这个，所以我从小接触到的这方面就比较多，包括就是自己吧，也是六爻啊、塔罗呀，什么都看一点那种。然后正好就跟大家聊聊刚才小姐姐说的正神、保家仙和守护灵嘛，这个正好稍微知道一点点啊，正好先做个开场，比较社恐，社牛加一点社恐。那保家仙呢，一般是比如家里的祖先，或者是以上一世有恩于自己的人，然后或者是有恩于这个家庭的人，然后可能会出现保家仙，包括说自己家里的一些器物，就包括像有的时候自己的玉佩有了这种一个像是灵智，然后就因为我的朋友之前他是自己有点本事的，也不算有点本事，就是他的体质上是纯阳，但是又带点这种小的一点点能量吧，算是。然后他是能看到，他就之前遇到过一个小姐姐，她是弹古琴的，她有一把这种老的家传的古琴，就是她能看到那个古琴就是在小姐弹的时候背后出现人影，这个就有点像守护灵，然后有点像这个，就是从广义上讲也可以算是保家仙，因为算是家族里的。然后像咱们狭义上讲的保家仙呢，它会更偏向于咱们北方说的这个狐黄白柳灰。但其实不光是狐黄白柳灰，像我周围就有认识的家里的保家仙是这个兔啊，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小动物啊，对，包括小猫咪啊，就刚才但是和小姐姐说的正神是有区别的，像刚才说的黑虎爷，这个是受过禄的，然后包括像这些正神的坐骑基本上都是有神位在的，这些基本上都是正神。那正神一般是就是按正规一点的说法，就是不会上身的，因为像我的朋友家里就有正神的狐仙，然后像北京也是有狐仙娘娘，这个火神庙里面也有狐仙娘娘。大家如果说想求桃花什么的，可以去看一看啊。对。然后呢，像这个就是做个小开场吧，因为我自己确实学的也比较杂，能想起来的也不多。那我就说几个我自己平时之前遇到的小故事吧。然后首先呢，就是在我母亲走了以后，然后那一次是我们朋友因为知道我心情不好，然后拉着我去喝酒。就那会儿其实我已经是对这方面不能算是了解吧，但是已经有这个概念了。然后我那次喝完酒之后回来的路上就
夏天就是在7月的北京的7月，其实还是很热的。就算是晚上，它也不是说那种风都是那种馊冷馊冷的。但是我走到我家的一个就是拐弯的地方，那个地方其实我平时不太喜欢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其实是大马路，但是我不太喜欢走那边。就走到那儿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一阵那种从胸口往后钻的一股凉风，然后就等于当时给我拍住了。我朋友后来跟我说，不一定是什么，可能就是游魂或者是煞气，正好我撞上，因为那会儿应该是正好是子时，子午时煞气还是蛮重的嘛。然后我就正好就是那次之后，我第二天正好赶上周五去上班，整个人从中午开始就一直是萎靡不振。我那会儿可能觉得没什么，但是我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吃到一半吐了，我就觉得不对劲，然后我就说我要回家，然后请假嘛，开始发高烧。特别高的高烧，40度，就是40度到42度，但是去医院什么都查不出来，就是炎症也没有，肺炎也没有，而且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当初医生说可能是肺炎，但是我的片子上完全是干净的，并且我整个反应是从胃里往上走的，然后就怎么说呢？其实，当时也没有往那边去想，是我后来才反应过来，我可能是碰到什么东西了。因为，我的那个高烧查不出来的情况下，吊水没有用的情况下是连着烧了2个星期，但是人没有傻掉，我也觉得自己挺惊讶的，就还是比较镇定吧。然后应该不是祖先或者是外鬼，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妈刚刚走了，然后过世，我整个人的磁场比较低，又低迷，然后加上整个人正好在一个转变期，然后就体弱嘛，本身也不是什么身体好的人，对，然后就撞到东西了。我觉得那会儿就是撞到，因为之后的半年里，我的眼睛是通红的，就是那种白眼仁，整个布满了红血丝，就非常的就大家想象一下那种刚刚哭过，而且是痛哭一场的。半年一直是保持那个样子下不去，就什么眼药水啊、梳理方法都用了，就是下不去。后来就是怎么好的，说实话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是后来我慢慢就是感觉气场回来了，然后包括我也去拜庙因为我是比较喜欢去拜东岳庙的，就是可能大家平时听到的不多，东岳庙是掌管阴司的。对，我就是比较喜欢去拜东岳庙，然后就可能是我觉得就是气场回来了，然后慢慢好起来的。这个是算是不太精彩的一个小故事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那一年我妈是走，因为我妈走的那年我是撞到东西发高烧嘛，在第2年我不记得是端午还是7月15了。我是遇到了一个就是梦，我希望它不是梦，但是可能按唯物来说，它就是个梦。我梦见我被邀请去和我妈吃饭，然后同时还有我的姥姥、我的奶奶、我的二爷，就是这些都是已经亡故的人。我被邀请去和他们一起吃饭，我当时就梦里哭得特别惨，因为我确实很想我妈，我跟我妈的关系就算是就是我这种人算是不太独立的那种，就是跟妈妈关系比较好，然后就哭得特别惨。但是就是那顿饭就是确实就见到了这个那会儿的一个新人，然后那个梦就是我觉得它不是梦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后来就是整个的那种阴司的感觉就特别像我在东岳庙给我的感觉，当然只是一个感觉啊，但是就是那种一个氛围感让我肯定那个地方就是阴司。然后我就梦见去那里吃饭，然后吃完饭就是我本来是想留在那儿的，后来就是因为我妈以前是养了一只猫，但是随着我妈病了，我们家猫也就那个被送人了，他们说是送人，我觉得可能就是给扔了。然后我梦见我们家猫跑了，我就去追它，然后追着追着，我突然眼前就白光了，然后就出来了，就突然就醒了。我觉得可能就是我妈走了以后，我们家猫也跟着走了，然后它可能是想把我带出来。
他觉得我留在那儿不好，就还是蛮感动的。那是我应该是倒数第2次梦见我妈，然后之后还有一次就是我梦见我妈带了2个阴差小哥哥跟我说她要走了，说要去投胎了，再也不回来了。然后我就就是其实还是很舍不得的，但是该放手也得放手嘛。然后之后就再也没有梦到过就是那种真实的一个梦境的我妈了，就往往就是在回忆的片段中穿插着一点点了。这个就是我自己的故事。然后呢大家后面不着急吧，不着急，我还有几个其他的稍微恐怖一点的。对，我这个就是前几个是比较感动一点。然后就自从我妈走了以后吧，反正我就一直比较喜欢这些嘛，就东西方都有。对，猫猪的声音是不是被我盖过去了？然后就是很喜欢这些。有一次是我的一个朋友，然后我的朋友呢，他也是，就是他的家人是在北京的，然后我是正好遇到一个，就是他跟我说他家的那个老房子有点问题。他的老房子是一个 U 型房，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那个楼是建的一个 U 型，他正好住在 U 字里面的拐角，就常年见不到阳光。然后他们说那栋楼盖房子的时候也出现了一点点小差错吧，然后那个房子在盖的时候好像是有人就是工人反抗，就是给的钱不够什么的，然后跳楼了，这是一个。然后呢，他跟我说他家的那一楼的上面有一家，然后之前因为发生过凶杀案，全家在家里被就是就大家都懂，就是全家被非常惨的那什么了。然后他跟我说每年到7月阴历7月的时候，那栋楼总是有人家会听见嘣嘣嘣那种特别闷声的，像是头撞门的声音。然后今年正好赶到了他们家，就是只要是楼道里没有人，就会听到那种特别闷的一个这种深夜特别闷的那种咚咚咚那种一个特别闷的那种头撞门的一个声音。然后他们就他的家人正好住在那儿，他的姥姥和他的妈，然后他因为已经搬到外地去了，他就也是比较着急，然后连夜给我打电话，知道我这东西多，然后问我有没有什么这个安神啊，然后就是可以就是咱们就是说对于这个自己提升一点的这种小物件，然后我就给他装了一个朱砂，我这儿的是那种朱砂粉。然后给他装了点沉香的定神的一个手串嘛，让老人家回去盘一下，就摸一摸，然后闻闻香味，可以安一下正气凝神一下。然后他说其他的包括艾草什么的，可能在屋里放着会比较安心，但是没有什么用，还是能听到那种嘣嘣嘣咚咚咚的那种头撞门的声音。然后呢，他的姥姥就把朱砂那一袋子朱砂挂到了门上，然后说当天晚上那个声音就是绕过他们家去了隔壁那家，然后那家人可能是刚搬来，还是说不了解情况，也是个老人，就把门开了。然后第2天那个老人心脏病发，然后被发现在家里就过世了。就具体是不是这个原因，大家就听听故事。但是就是他是这么跟我描述的，对。弹幕我看那个评论区里头已经大家开始集体发毛了啊。这个只是我遇到的其中一个。一下拉上来，继续。然后就另外几个其实没有这个这么的有这种惊悚感，因为另外几个就相对还好。另外一个就是我的亲人吧，是我的长辈，他家的孩子是表亲嘛，就相对比较远，也是过年他来问我才知道的。他的闺女是跟着他的妈妈出去玩，然后出去玩的时候呢，正好是就是在野地里，因为小孩子憋不住这个想要3级嘛，然后就在野地里上厕所了。
从那时候开始，他的闺女每到晚上回来就会哭，嚎啕大哭的那种，然后就仿佛天花板上有什么东西在看着他一样。然后呢，他们自己的家人呢，就是你给他抱着，然后哄没有用，但是出了屋就好。然后他就觉得这个事儿就不对劲，然后每天晚上发烧，第二天又没事儿，然后小孩就这么折腾，哪个孩子也受不了嘛。然后就说要去请一个护身符。然后我说那你就先去请一个试试嘛，不行再去找人。然后他们把护身符拿回来的时候，那个孩子是在上幼儿园的，没有人知道这个护身符，只有他妈去把这个护身符拿回来了，放到了枕头底下。等到孩子回来晚上要睡觉的时候，那个孩子就像被什么东西就是附到了一样，蹦着在床上蹦起来，指着枕头说：“你把那个东西拿走。”但是就是他应该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就非常的惊恐。他跟我说的时候，就是那种明明是不知道这个东西存在，但是那个就是像孩子被上身了一样，指着那个大哭着，然后说：“你把这个拿走，你把这个拿走，我不要看见他。”就是那种反应。然后我说：“你就找个人吧，这个确实不是我一个普通了解爱好者能解决的。”对，然后我就去让他去找先生了。这个是我姑姑这边的，就我们家这边吧，其实，故事还是挺多的，包括我其实像北京二环里，有的时候还能看见黄鼠狼，尤其是在夜里的时候。像黄仙儿的话，我们这边也经常遇到。然后之前就是那会儿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开放，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老人，就是也是我爸他们跟我说的，那会儿是黄鼠狼和蛇都有。然后就是有的老人嘛，就是比较不信邪，而且像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想吃肉，然后他们就把黄鼠狼活着扒了皮，然后吊着活着扒了皮，然后就等于我也不知道是为了卖皮还是吃肉。按来说黄鼠狼身上的肉很少，然后第二天那个老人的腿就无法走路了，就是像是被人就是扒住了一样。他们说就是整个就是使不上任何力气，之后就疯了。对，之后那个老头没有几天就疯掉了，然后就过世了。就我觉着这个还是有点，就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吧，就是报应在里面的。现在，对我今天就是只能想到这么多了，其实还有很多，但是就是可能脑子里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了。对，包括我同学呀，我同学是一个八字纯阴，然后像我这种八字都占一点的，可能就不像他那么能看见东西。然后包括我的以前的老师也遇到过各种故事，回头如果还能想起来，再给宝宝们整理啊。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黑凤凰的分享，这个恐怖指数一下子就上了一个小高峰哈。我看评论区大家都在非常热烈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波动。哦，对 OK，了，那个提醒大家一下啊，如果要用朱砂的话，就是要么去找专业人士弄符，要么呢就是不要就是弄点这种固体状的，不要太弄粉，因为粉状的第一是容易误食，第二是它遇高温会变成汞啊，所以宝宝们如果说要弄朱砂的话，尽量弄固体状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哈，大家一定还是要注意安全。好，那我今天就到这里啦。好的，感谢黑凤凰感的分享啊，非常感谢猫猪给我这个机会啊，互相成就。谢谢。谢谢。那好的，我们接下来把时间给到下一位连麦的网友黑凤凰，那我这边就先挂断了。好的，谢谢。好的。OK，下面的网友我马上接通，然后给我半分钟的时间，我调整一下麦啊，可以调节一下。大家说我的声音可能有点小，我稍微调一下。好嘞，大家稍等我片刻。
OK， 现在的声音怎么样？现在的声音大家能听见吗 ？OK， 好，那我们接听下一位网友。猫猪老哥好。网友的名字哎呀，我真的是学识浅薄呀。这个是繁体字，就是圆团子，那个团子它是那个繁体字，它是2种写法，不好意思。我是猫猪哥的粉丝，包括他女儿出生的时候发的动态什么的都关注，都在看。最近身体怎么样？就是这个故事吧，咱们先说吧，先说前面的，然后后面的细思极恐。挺好。就是我给工作室找人嘛，那个事儿就不说了啊。然后就遇到那个，然后就特别郁闷嘛，心情特别郁闷，给工作室找人找到骗子了，然后就特别难受，睡不着觉。男朋友呢还要上班，然后就是在凌晨的时候，大概凌晨1、2点钟，看到一个人在直播，他直播间非常就是没几个人，然后我就进去了。然后他是一个就是怎么说，有2个免费的心理咨询的名额，然后我就进去，我就把我自己的那些经历跟他也这么一说的，然后他就可能是连麦的时间有些长，然后影响他了，然后我就后面就是在第2天下午的时候加了他联系方式，然后就是第3天的凌晨才正式跟他交流的，然后就是后面正好赶上我就是生了点小毛病，跟家里面大吵了一架。我男朋友的那个时候也是工作很忙，因为我们是异地嘛，然后就跟他聊，就是把他当倾诉的一个人了。他是男的，然后就是他当时安慰我嘛，因为我是长女，我下面有弟弟妹妹，我妹妹呢就是跟我关系很糟糕，我亲生母亲呢就是想把我卖给我，就是想让我男朋友出一笔高额的彩礼，就是我男朋友要不出彩礼，我妈就不放人，就那种，然后就跟他断绝关系了，就是特别受伤的一个情况，就是他也说了，他家里面对他不好，然后就是说我就问他，我说你可不可以当我哥哥，咱们结个干亲什么的，因为你也很可怜，我也很可怜，我想抱团取暖，他说行。然后就后面就是他的工作，他有2份工作都没了，他办了2次离职手续。然后我说正好男朋友他上班那个地方正好缺人，缺那个就是染色车间就是车间染色操作工，就是第1个月，因为他们那一片厂的第1个月都是没有工资的，因为是那个机器很贵，50多万到100万左右。然后就是因为那个货款，那些小老板，猫猪哥你也知道，就是他们就是故意赖着那个货款不给，然后就第1个月没有工资，然后就第2个月会慢慢涨，因为他什么都不会，因为他怎么说，他在这方面他操作来说根本就不会。我是想让他走我这个关系，然后把他塞进去。然后呢，他说我们欺骗他，工资根本就没有预期的那么高。我说你好好干，会涨工资的。第1个月没有工资，对吧？你没有地方住，你不愿意住员工宿舍，我们给你找。正好我手头当时有一笔钱，可以押1付1，那个就是让他住1个月。他不愿意，说我们施舍他，然后就当时没有闹掰，就是回去之后，他回老家之后，18号晚上我们闹的就是，我当时还很难过，我说啊，你父母对你不好，好不容易让你出来了，然后你又要回去之类的。他说啊，我就当来这里旅游了。然后19号的时候，就是他说他突然间改变主意，他说他要回去，我就给他打了电话，真的是就是把他当亲哥哥在看，就说你怎么你不是说你父母对你不好吗？你怎么还要回去啊？他说他们是我仇人吗？当时我就用恨铁不成钢的语气说，你这个废物，你说你回去干嘛？我这句话还没说完，他把我挂掉了。然后他就发什么消息都不回，他连个平安都没有报。20号那天晚上终于接通了，我就跟他解释开了，他的意思就是我还是在施舍他，就之类的，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欺负他了之类的。啊，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后面会说。就是当时我男朋友就跟我说，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害怕。我说什么事儿？你们2个，你认他做干哥哥那天是什么时候？说是凌晨。然后他跟我说，那个时间段，你遇到他那个时间段是什么时候？我说12月22号，2023年12月22号。他说正好是冬至之后，鬼门第3次开，就是寒衣节前后。他说他可能身上有东西。我说怎么回事？他说我接到他本人的时候，他整个人在我旁边坐着，哪怕他睡着了，我的头特别剧烈的痛，导致我开不了车，就是我那驾照那6分就那么扣的。我说他身上有什么样的气息？他说他身上的气息非常非常的令我讨厌，甚至让我头痛欲裂。然后关键是什么？最讨厌的是他把我车里面那个暖风给关了，他导致我发烧。而且我发烧，我吃了药，我发烧烧了2天，都烧到41度，一开始是40.5度，40.8度，后面烧到41度，就是说吃药都吃不好。然后我咳嗽，到现在为止咳嗽了快3个星期了，一直在咳嗽。就是这个人他特别的奇怪。然后他自己去找了他自己认识一个师傅，求了一张符，然后他说可能他身上那个气息被那个符压制住了，他这个人的气息非常非常的奇怪，就是谁只要靠近他都会生病那种。而且他这个人的眼睛是平行四边形的。他说这种人的眼睛这种形状，还有他那个嘴唇，就是说话特别刻薄。就告诉他这个人很没有耐心，非常没有耐心，就是说你不要教他做事，他不会听你的，他不会听任何人的事。我说我当时我说这个事情这么恐怖吗？他说你仔细想一想，你让他做了你干亲之后，做了你家人之后，你有没有看到一些东西？我看到什么？我看到他光着全裸，就是我看到是上半身，他处于一个全裸的状态，但是我只看到一个他的头跟他的肩膀。他要过来抱我，我说不行，我知道吧，不行，我有男朋友，你只是我哥。然后他就当时他说了句什么来着？就是没得逞的意思，就是很生气的意思。然后就是第二次就是他谈了个女朋友，他那个女朋友吧，也是会画符，家里面供着东西的，也是有仙家的吧，应该是。他嘴贱，他说人家那个女生跟我同年的，比我小9个月。他说那个女生跟他爸爸关系很好嘛，那个女生跟他爸爸关系很好，应该是单亲家庭，就非要说人家那个女生跟他爸爸就是关系太近了，之类的，搞说教。然后那个女生就是生气了，急眼了，让自己家的仙家教育她。我当时因为我自己也会一些，然后我就给她看，她眼睛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蟒蛇，白蟒，应该是5大仙当中的蟒仙，眼睛是红红的，白色的巨大的蟒在她眼睛里面，就是我看到个头。她说我该怎么办？我说这个我可以帮你摆平，我可以帮你摆平，就是给你2条道，要么你就去找师傅，找那个师傅。你知道他8字吗？说那个女生把他8字告诉我。我说你把你的8字告诉他了吗？他说我告诉了。我说啊，那好哎，你什么都告诉是吧？然后他当时就说那我该怎么办？我说要么你去跟那个女生道歉，因为这个事情是你自己嘴贱造成的，要么就去道歉，要么去找师傅。他听了我的第2个建议，他就去道歉了。道歉之后他就鼻炎跟咽炎一直没好，吃药也不行，他还买到假药了。他买那个假药啊，他自己吃了几粒，他把剩下的给我对象了。对，这个人，而且他在吃饭的时候，因为他很会装嘛，他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就是父母不喜欢的一个励志的一个男性，他99年的嘛，然后他就是把他自己伪装成那个样子。然后我男朋友说我要请他吃饭，他就非要我去吃牛肉面。然后因为我那个牛肉是切碎的，显得有点多，他那牛肉的那几片，其实我们2个人的牛肉是一样多的。那家店我总去，老板认识我，然后他就因为那几片牛肉，他先说句就这，然后就说话阴阳怪气的，他就跟老板吵。老板说你们2个人的牛肉是一样多的，不要再吵了。然后他发现那个男的面目狰狞，
突然间狰狞了一下，咬牙切齿了一下，就好像要把那个老板弄死一样。然后就是他自己买了一盘牛肉，他让我对象吃了一片，我对象就吃了。我对象说幸亏我没有吃第二片，他要不然就会因为我多吃他一片牛肉就要跟我干起来。我男朋友他有个做警察的朋友嘛，他说差一点，他那天跟老板吵架差一点，就要让我那个警察朋友过来。然后就是这个人很会装嘛，就是他还导致我男朋友头痛，就是开不了车。然后他整个人，然后我上个星期的时候，因为我还留着他照片，因为后面可能要去他老家。因为他干这个事儿，首先一个必须得跟他父母说，再有一个你知道吗？这个男的居然控制我，就是说，因为他控制我说什么呢？说我男朋友跟他那个女同学走得很近，就是他们两个吃同一个棉花糖。我那个时候就是属于一个就是提线木偶的状态，被他控制着，说，他说你男朋友有什么把柄没有？我当时下意识的说出来，他那儿不行。然后还有就是，他跟他女同学吃棉花糖，他是从他女同学那个棉花糖上面撕下来的一块，但是他让我看到的是他去咬了他那个女同学的棉花糖。就这两件事我就觉得特别恶心，你们知道吗？而且那段时间我是生理期，加上我自己那个病，再加上我自己本身，因为我自己怎么说，我身上没有闲家，说实在话。如果硬要说它的来历的话，就是我之前因为被家里面欺负，得的是那个有点人格分裂障碍，就是副人格一直想要一直想要在我睡觉的时候弄死我。他属于一个他出现了，他就一直在保护我，然后他如果说硬要说他是什么的话，我觉得他应该是异次元生物，他不属于任何中国神话里面的一种，不是，他不属于，就是他当时他没有提醒我，就感觉他好像有人故意屏蔽了我们之间的感官一样，就是他想提醒我这个男的不对劲，但是他想做他做不了，然后就是他呢，他老是梦魇，身边老是站着一些黑色的影子，是我的这个朋友，就是我骑着他，他是一个长得又像老虎又像剑齿虎，还有点像狮子的一个动物，他的翅膀是那个白头海雕，美国那个白头海雕那个翅膀，纯黑色的翅膀。然后呢，一开始的时候帮他消灭他身边那些阿 bu， 消灭完了，我浑身痛了3天，因为他的力量很强，我这种凡人承受不住嘛。然后就他的一个守护灵是他从小的时候抱着的一个兔子玩具，就说我把我的力量分给你，你帮我保护好它。然后我就发现他就是我这位朋友，他身上的毛变成了灰色的，他现在身上的毛是灰色，就是力量似乎比以前更加强大了。然后他就提醒我，就说他翻身了，他可能喝醉酒回来了，他鼻子可能是在那个被子里面，怕他喘不过气来，让我去提醒他，我提醒了他，那个家伙不领情。我就想你们或许应该问，为什么我要对他这么好？我为什么对他这么好？巧了，这又是一段故事，什么呢？400多年前，明朝末期，他是我儿子，对，他是我大儿子，就是他是我双胞胎孩子里面的长子，就是他因为我照顾不当，就是他的妹妹被卖了，换的2袋谷子，被他父亲分着吃掉了，然后也是赌掉了，然后呢，就是我是想把那2袋谷子抢回来，把我女儿赎回来，然后呢，我说你无论怎么着，你要给她弄点吃的，结果就是我被打的只能爬着往前挪，我的女儿还是没回来，然后她的患就饿死了。然后当时我就哭嘛，哭的是她右半张脸，然后这个人他胖的时候的照片跟那个我前世那个儿子一毛一样，他只不过就是那个
右半张脸的痣跑到左半张脸去了，追这个人。姐精神状态不对啊，对，听了这个故事都觉得我是个疯子，对，精神状态很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平复一下情绪，没有，平复一下，确实这个对有点儿，对，有点很奇怪了，有点纠缠啊，确实纠缠，确实大一些。我是非常认真的在听。对，如果不好意思，对，就是，对，就是因为前世是他监护人的原因对他不好嘛，然后这一世我们两个是平辈儿，然后我就想啊，你做我干亲，我或许还能罩着你，结果我这么罩着。然后他瞄的这么对我，就是他身上就是不知道他身上是有什么邪术，就是他身上啊不知道他有什么邪术，就是据我男朋友感觉他身上那个邪气儿好像被他自己请一张符给封起来那种，被遮起来了，就是那家伙。对，然后就是跟他断了嘛，断了之后打了3个电话，在打这3个电话期间，喵的。我养的，我过年以后还没出正月买了6条金鱼，全部朝着西南角停止游动，在水里面就那么静静的那么游，就好像在注视一个东西。我那屋子里面还有雾，你知道吗？有黑色的那种雾，有那种黑色的雾，就在我房间的西南角。我拿指南针测的，就是我当时觉得很奇怪，然后我就让我这个朋友。对，让我这个朋友就说，吃那怎么回事？他跟我说你睡吧。后来我才明白，那个东西就是冲着我来的，他想报复我。我那6条金鱼在1个星期之内全部死掉了，死掉的共同特征就是前一天晚上他们盯着西南角看。西南角不是鬼位吗？对吧？现在你们觉得很害怕了吧？这就是那几条金鱼就是一直望着西南角。望了3天，然后后面他们就就算吃东西，就算怎么着也没有以前那么活泼了，然后一个接一个全部死掉。以及你那个朋友是个高手，不是冤亲债主，但是感觉这个家伙就是很那什么，因为他那个破事儿，我瘦了10斤，我整个人瘦了10斤。对，因为这个家伙就是。我好心好意的让他成为我的家人，然后给他介绍工作，啊，他想干什么呢？他想把我的家偷了，怎么偷呢？以隔壁老王的形式偷我的家，把我偷了，跟我男朋友搞雄竞，这个逼，然后啊，就他的8字就是属于他8字是癸水，对。他改过8字，但是他身上那个阴气儿还是有。然后这个人他身份证号都有，就是里边是6个9，而且他生日你知道吗？9月18号，阳历啊，不算阴历，就是。然后我还看到他有一世，就是前世，他是什么呢？他身上的衣服是灰色的破棉袄，他就是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新四军的打扮，你知道吧？就看着电视剧，你们知道的，我真人亲眼看到的。然后我一想，哎，就是根据他发给我他身份证那个照片，根据我看到的一毛一样。我一想，哎，这奇了怪了，哎，我一想啊，难怪他身份证里面那么多9，6个9。然后他这个前世，然后又让我看见了，然后一想。哪怕你前世做出了那么伟大的一个事，那么伟大的一个事儿，对吧？你这一世你为什么要害我呢？对啊，你为什么要害我呢？然后就因为我本身我是会抽塔罗牌的，我的牌已经认主了，但是我排到男朋友那儿，男朋友说你自己选，就是刷就抽牌，放松一下，就抽牌，然后抽，拿出来一看。这个人故意的，就是要把我们拆开，然后哎又抽出来一张牌，这些那些，然后翻出来一看，这个人对我们不利，非常不利，
可能会把我们搞散，可能他会做出渔翁之利，就很恶心，我的妈！然后最新的一次排就是他不是曾经在 B 站搞直播吗？最后一次直播是1月2号吗？我找人查的，我找其他主播帮我查的，就是他，因为他直播没有什么流量，他的运营要放弃他，然后他跟他的运营吵起来了，然后他在家里面就是有钱的时候我独居，我自己搬出去住，没钱了我回来，我爹妈说了什么我不爱听的话了，我就掀桌子干什么骂父母那种这种人，而且他跟我说他父母对他不好，然后实际本人见到他是184的个头，220斤，感觉破200了已经。而且就是肉，一看就是肉吃多了，脸蛋红扑扑的，就是热气涌上去了。我可能是你的讨债鬼变性战术，因为我现在都已经还清了。接下来怎么说？我是不想去找他了，只要。OK， 刚才黄文黄问，刚才，什么？不是身上有本事，他就是会 PUA， 然后没事，我这边可能有一些延迟啊，可能不好意思，有点难受啊，不好意思，就是他本身他会一些心理的一些东西，然后他会 PUA， 然后呢他自己又因为他是癸水的这个八字，虽然改过，他就会祸害人。这个人呢，就是我本来是想告诉你们的，让你们去避雷的，后来我想我怕他报复我。我就不放了啊，不好意思，你为啥要去找他呢？咽不下这口气吧，我男朋友咽不下这口气，要去跟他父母谈谈呗。我是想这个事儿到此结束就 OK 了。啊，不挂真名啊？不会的，我不会挂他的。猫猪哥是这样，就是我也跟他说了，我说这个事情呢到此结束，然后就他爱怎么样怎么样。就目前来说，如果说他是一个他的。我就干这个的，我属于是半拉干这个的，他那些脏东西都是我驱走的，都是我赶走的。给他看脸、看姻缘、看那些都是我给他看的，就是只要他不作妖，他不害我，他跟我们干，他会遇到一个火属性的一个女孩，他们两个会共同努力。然后就是会生育一子一女，然后就幸福这么一家子。但是他走向了截然相反路，他就是要继续害人。继续害人的话，我看到是，他跟他老婆生了个女儿，然后他家暴他老婆，然后他女儿就高中、初中、高中，然后就跟他断掉了。OK， 好的，说完了这个故事，就确实很乱，我也觉得很乱，但是就好几档的事儿推在一块儿，就那什么。咱们还是留一些时间给下一个投稿的网友连线。好的。我这边有延迟，不好意思。啊，没事儿。感谢猫猪哥还有那个观众朋友们愿意听我的故事，非常感谢。我看大家也都非常关心，关心这位网友的这个心情包括身体各方面，还是有的时候吧，有一些恶心的人和事儿，就是当断则断，离他远远的，咱也不当救世主，咱就不要被他影响，不要被他干扰，这是最好的结果。OK， 那这样的话呢，这是团子是吧？那你的这个分享我们就暂时到这里，然后我们把接下来的时段交给下一位朋友，久等的朋友。OK， 好的。好，那这边我就先挂断了。OK， 感谢你的分享，好的，也祝你身心快乐，生活愉快，事业顺遂。好的，也祝猫猪哥工作顺利。
好，那我们下面接下一个连线网友，老朋友了啊，小郑。Hello，能听见吗？你好。那个我这口音有点大，咱就将就将就吧。反正这次的话倒是没啥新鲜事儿，就是我把之前的我哥山西那个投稿，讲的吧不是很全，就我再重新的给他梳理了一遍，又找了点很抽象的细节。怎么说呢？反正到现在我都觉得那事儿挺抽象的，而且我也不太好讲。就是我那个稿子原版应该是说过，我是在鱼四和鱼社的时候都梦见过同一个人，一个黑衣服的，穿一个长大衣。就是呢，我跟他穿衣的风格很像。然后吧，怎么说呢？就是之前也在梦里，就是说见到过这个人，完事我对他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就是我知道他的性别是女的，但是呢，我看不清他。我秦皇岛的，平常主要偏东北那边跑，所以口音大，正常。就是我对他有一个清晰认知，就是说我知道她是一个女性，但是呢，清晰认知也仅限于此。就我只知道她是个女的，头发很长，穿一身黑色的，就类似于那种西装套装式的衣服，就只能这么形容了。反正我印象里啊，第一次梦见这个人呢，是在那个去年的12月底30号那阵儿，我当时回趟廊坊，搁廊坊呢那块儿住的地儿挺破的，就搁火车站边上随便找个老破小凑合2天。30号晚上那天呢，下火车回来我就直接倒屋里睡了，完事儿屋里一睡着就开始做梦。做的梦是啥呢？记不太清楚，就记得最后一块。我从一个黑的车上下来，它整个车都是黑的，就那种你们可能就是见过说电视上那种纯黑的车，就包括说它玻璃贴膜都是贴的黑的。我从后门下来，完事儿呢，看见前门那个女的，她把这个门打开，她打开前门，然后我从后门，我们俩从一侧下车，门一关，我就突然就醒了，这是第一次。然后第二次的话，就是说那个我们哥上个鱼社嘛，那天大晚上，我们俩搁那个鱼社的，我跟我哥们儿我俩搁那个鱼社的小宾馆，就说那天晚上不是我们当时投稿也说了吗？就感觉被子老沉老沉的。那天晚上那个梦是怎么个情况呢？就是还是只有我一个人，但是呢，这次他那个场景又换了。换到的位置就大概是我们不是前2天搁鱼四住了1天吗？我们就是我的那个视角是我坐在那个黑车里边，他那个玻璃上也是贴黑膜，我能看见前排那个女的在开车开到一个位置，然后门自个儿开了，我从右边下来一看，正好是我哥鱼四住那个宾馆，我就当时我靠，这他妈什么玩意儿？我就吓醒了。完事儿嘛，就回到投稿里，我说那个我就疯狂倒霉，我这丢那丢，啥都反正能丢都丢了，就差没给我丢了。包括说等后边回秦皇岛之后我又做一个梦，就那阵儿呢，就说刚从山西回来没几天，我就身上就开始起那个大火疖子嘛。完事儿过年那阵儿那几天年都没过成，我当时我就说我操，我是不是他妈的能着啥了？我就找了一个平常跟我一块玩抽象的哥们儿，我说
你给我我给你学摸学摸我这2天的事儿，你给我解个梦，就大概这个意思。我把那个经历呢给他重复了一遍，之后他就说可能是他妈一个女的还是啥的看上我了咋着？我说你得了吧你，我就没信他这个。但是呢，后来就过几天发烧就那个疖子他刚好，我又做一梦。这回梦里是怎么着呢？又是往前倒一幕，就是他整个是跟个故事似的。每次我一做梦就倒一幕。这次往前倒到哪儿了呢？倒到那个鱼社的那个台曲那边那个碉楼去了。当时我前面走着一个女的，我跟在后头走。我想怎么说啊？走了一半，就是我们正好那个台曲那个楼，我不是当时群里发过照片吗？它底下有个铁道那块是一个拐弯，就走到那个拐弯，我看见车来了，我说我操，这他妈我再不下去，我给撞死了还能咋着啊？我就直接往下一跳。但是那个女的呢，她就就当那个车不存在似的，直接走过去了，走到碉楼去了。啊，就啥群儿就猫猪那个粉丝群儿，就搁那里边发的。当时不是有个照片吗？一个哥们儿穿着个黄反光背心儿，戴着帽子，搁那儿往窗口一站。稍微解释2句哈，可能有一些刚进群的，或者是新网友或者是什么的，不太明白这个前因后果哈。小郑呢，他是前面投稿了这个我的2月的网友投稿特辑。里面呢，第一个故事就是他分享的，就是讲的他之前和朋友一起去外地拍摄，然后经历的一些奇怪的事情。那么他刚才讲的呢，就是在那个故事之后，后续又发生了一些神奇的经历，或者做了一些怪梦啊，这是有一个前因后果。我稍微解释，如果大家有印象了，就应该能想起来我说的是哪个故事了。OK， 继续。OK， 就是我讲哪儿，就是我不是往那个坡底下一跳吗？坡底下本来说是就现实里边那块是一个农田，然后呢边上坡上长着点那个酸枣啥的，但是梦里边就整个底下你说看见农田都看不见了，就只能看见个啥呢？一望无际，全是他妈的酸枣林，就全是酸枣，到腿那么高。里边可能混着点荆棘啥的。我当时我心里我就突然我梦里当时就是感觉特别慌，完事我就跑，就可劲儿往前跑，一直跑了半天，我觉着我应该没事了，那酸枣也跑到头了。这会儿我低头一看，整条裤子全烂了，然后鞋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腿上淅沥沥的全是血，就整个腿都染成红的了，我就又吓醒了。这么第3回，完事呢，那天吧，就我这个人在健身，那天正好就醒过来之后，那天练腿，一练，腿上肌肉拉伤了，就是左腿疼的要命，疼的位置呢就差不多就是流血那块儿。你说它是预言吧，它又不像预言；你说它是那个什么，它又不太像。就是这个梦确实有的时候云里雾里哈，也很难去解释。但是你说没关系吧，它总是千丝万缕的有那么一点关系，就是这种很奇特的感觉啊。对，没准儿。对，那天我回家我就继续找我那个不是很靠谱的哥们儿了。我说那个我靠，我又梦见那女的，你说他妈有啥招儿不？他就一开始也是跟我说那个就离谱的，要不你跟他你俩搓一对儿，你俩情定终身吧。我说你得了吧，你滚边去，你给我弄点正经的。他说那行，我给你弄个正经的啊，你呢去问问你看你家有没有啥小孩啥的，就看见你了，感觉不对劲。我说有一小孩，是他看谁都不对劲，他们看见我就哭。完事他就彻底无语了。他就说那
我操，你要不你看你家他们有没有什么那种就是当过兵的啥的？这一说他还真有。我家老爷子以前是当过兵的，然后呢，那天晚上就正好那天晚上，就我跟他说完这个事儿，晚上我就梦见我家老爷子了。他当时呢是搁那种一个很大的会堂里边，就类似于就比较像北京那个人民大会堂，但是又不像，因为说它是2层结构，完事中间有点像宴会厅。梦里边他穿的是那种就是说很正式，就是一身白的，类似于中山装那种衣服，然后跟我聊了会儿天儿，我俩聊挺开心的，还唱了个歌。然后我家老爷就带着我上外头，那外头是就是类似于那会儿就刚解放那会儿的老上海那样的一个地儿。完事就是外边也是一群人搁那儿举着横幅啥的标语啥的，就也是就唱那种66年以后那种就是很有时代特色的歌，就只能这么说了，有点敏感。明白。这个事儿呢，就是正好卡在我姥姥生病那2天前后。就我当时也在群里说了嘛，就是我刚好完事呢，我姥姥肩上又长一个疖子，那疖子是折磨了我小1周多，完事到我姥姥那儿，哎，一个晚上就消了，就无法解释，也是挺大一个疖子，但是呢，它就跟我那个差不多大，完事呢也是发高烧，完事就疼啊，吃不下水，吃不下饭，喝不下水的。但是就到我姥姥身上，就一个晚上的功夫，好了没了，很难以解释，只能说。然后的话，我印象里我当时在群里还留了点那个留档的聊天记录，我去给大家翻一下。就是我聊天记录前2天清了一遍，然后现在啥都没了。好 ，OK， 那这样的话，我们把时间给到下一位连线网友。也行。好，那我就待会儿文字的方式给大家搁评论区里边说吧。好，因为我看每位连完麦的网友基本上都会意犹未尽，然后在评论区继续就是分享一段自己的经历。那正好我们一边看评论区的文字，一边听这个网友连线的音频。那么感谢小郑给我们带来了他之前投稿的一些后续的经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给到下一位也是老朋友啊，黄本黄，好吧？那小郑我这边先挂断。OK。好嘞。Hello， 黄本黄，到您了。哎，听得清吗？听得见，到您了。听得见，好。哎呀，我听你们说故事，听得我都怕死了。我现在在被窝里面就感觉好多了。黄本黄的这个声音是一如既往的诙谐啊，很乐呵的一个人。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很短，但是我感觉很恐怖的一个故事吧。这个故事也就是前不久我朋友跟我讲的，是他的亲身经历。因为我刚刚在评论区里也打了嘛，他租房子租了一个很差很偏的房子，然后遇到饿死鬼了。我怎么感觉你就好像听不见一样啊？给点回应啊，猫叔啊。OK， 继续，大家都在听呢。啊，那可能是我这边有卡顿吧。是这样的，就是他前2天在那边是生病了，就是有点发烧，然后他就请假在家里面准备去休息1天。
然后他就一直躺在床上面休息。然后他躺在床上面，就是大概是早上6、7点的时候啊，他在那边玩手机，就迷迷糊糊的听到有人在他耳边小声的耳语，就说你为什么不做饭啊？我饿了。然后他就感觉很诧异啊，但是也没有感觉什么，就是感觉可能自己是听错了呀或什么之类的，就没有管。他一口气就是在床上面看手机，看到大概中午啊，不算中午，下午1、2点的时候啊，然后他起来去厨房自己下了碗面，然后他就在厨房下面的时候，就是面还没好的时候啊，他又听到有人在他耳边耳语，就说好了没啊？我要饿死了。然后他又一惊，他又说哎，什么情况啊？然后就开始就找嘛，就想嘛，他就说哎呀，可能是我烧迷糊了，就没有什么自己吓自己，然后他就没管。然后他把那个面煮好了以后，就端到房间里面，在那边玩手机，一边玩手机一边就是偶尔吃一口，然后在那边把面挑来挑去。然后他在玩手机，玩着玩着就听到有人在他耳边又说了一句，就说你吃不吃啊？你不吃给我吃一口，我要饿死了。然后他就感觉到可能就是有点不对，他把手机放下，然后就走了，离开家了，然后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了一下这件事情。他紧接着就去了那边的那个步行街玩了一下午，大概晚上7、8点钟回家以后，他在桌上面放的那碗面就没了。碗还在，面没了。碗还在，面没了。家里也没别人。家里面肯定没有人啊，他自己一个人在外面，租了一间很小的房子。哦，那这是遇上一个饿死鬼了吗？对，他说这可能是一个饿死鬼。哎呀，真的，我对这种东西特别害怕，我就是很难接受这种类人型的东西啊。哎，这个故事感觉有点太短了，才3分钟，我再给大家再讲一个吧。再来，吓死他们！大家听好了，黄本黄说要吓死你们。哎呀，一时想不到应该说些什么。我记得之前好像有说过那个，哎呀，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故事了。哎呀，算了，我下次再说吧。让下个人连吧。OK， 好的，没问题。那么，我这边就先把黄本黄的这个挂断了。好嘞。好，那今天咱们再连最后一个哦，再连最后一个哟。还有没有？我看一下还有没有连麦的这个朋友。我先挂断。好，黄本黄，拜拜。好嘞。OK， 我看一下后台还有没有连麦的啊？还有连麦的朋友吗？今天咱们再连最后一个，直播就要下播喽，抓紧机会。好像是没有录屏哈，我之前看到过有录屏的功能，但是这次开播的时候，没有，应该是没有开录屏，所以说看直播，我的直播本来次数就少，也就是随缘，赶上就赶上了。怎么连麦？我这边右下角有一个麦克风的这个图标，不知道你们那儿有没有啊？点一下那个蓝色的麦克风的图标，右下角就是在 PK 旁边应该是有一个，不知道你们的界面和我的一不一样。
有吗？我记得刚才黄本黄后面有一位朋友可能是等不及了，等的时间太长了，把这个连麦申请取消了。那我们再等一下，如果到35还是没有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就准备结束下播喽。谁热血沸腾？黄本黄热血沸腾，但是你看，热血沸腾到突然之间想不起来要讲什么故事了，是吧？可爱的小肚腩呀，今天第一次经历生离死别，心情很复杂。虽然我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啊，但是这个时间想必确实也是挺困难，或者是挺难去释怀的一件事情哈。还是安慰你一下你吧，调整心态，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虽然我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啊，但是希望你能感受到网友们的善意。我好像看到了，返场，黑凤凰返场了。Hello， 能听到吗？我看实在没人过来返个场。黑凤凰返场。主要是这个点儿确实也睡不着。没关系，再唠10块钱的，好吧？对，再唠10块钱的，咱盯个，我看看现在几点了。咱唠个20分钟的。就其实其他的，像刚才那么恐怖的，应该是没有特别多了。然后就是恐怖的，也就是听到的故事了。然后像我刚才想起来的几个，算是我觉得比较奇妙的巧合吧，给大家就睡前就不弄得太恐怖了。一个是我小时候是吧，08年就大家也知道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的这个地震。那个时候就在那天的，我记得就是我不能确定是不是前一天，但还是前几天，但是肯定离得很近很近。我梦见我爸莫名其妙的要带我去四川玩。我就那个时候，其实我是对四川没有一个印象的，因为我爸是很喜欢安徽的，他是想就是平时啊吵着闹着都是要去黄山呀，或者是去这种江南水乡啊去玩。然后我对四川就是包括现在我也只是没有就是有一个概念，但是没有说真正去过。但是我就梦见我爸要拉着我去四川，然后我就觉着不对劲，我觉得他要把我扔了，然后我问我妈去不去。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家就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点这个家庭不和，对，多多少少有一点。然后我爸说我妈不去，然后我就扒着我们家那个铁门的门框，就拼命的跟他说我不去，我就不要去四川，就那种哭的特别，就是还是哭的特别惨，就从小在梦里就是一直在哭，对，就是哭的特别惨。然后我就说我不去。然后就是那个梦就是被吓醒的，就完全是我特别的恐惧去四川这件事情。然后结果就是我不记得是第2天还是2、3天以后，我就看到新闻说那会儿很大的汶川地震。我当时我就是后背一阵毛吧，算是也是可能是小孩子有点这种感觉。这个是我遇到的小时候觉得也不算很恐怖，就是一点点小奇妙。然后之后呢，有一个小奇妙的事情呢，就是我上大学开始学这些塔罗也好，六爻也好，去学这个什么八字四柱也好，就是开始了解这些以后。有一次就那段时间算是比较沉迷于塔罗牌，因为牌确实对于一个女生就是图像的吸引力还是要比像这个八卦的这些文字要吸引力大一些的。然后那天
我说实话，我自己不觉着自己是一个会测得很准的人，我也从来说不是会给别人去测的那种，就是会很少。然后那天我朋友就拿起我随身带着的一套牌去玩儿，就是其实我对于这个牌就也不算是玩吧，就是他是想抽一张的，然后我就说那你抽一张吧，我觉着你可能会抽到女皇，然后他抽出来的就是70多张牌抽出来，直接就是女皇牌，就当时我们两个同时就懵了，对，因为就我那个牌是混乱的，是完全洗过的，然后他抽的时候我也没有说特意的去做什么，对，就一下子我们俩就同时就是那一瞬间的那个灵感迸发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你会抽到女皇牌，然后他一下子就抽到了，就那种算是缘分吧。然后正好也跟大家讲一个小知识啊，就可能平时宝宝们在网上看就是这种小视频会看的比较多，然后经常会有那种抽牌的，抽到女皇牌呢，除了咱们常说的一些财富以外，它还有一个小小的就是很多怀孕的女士会抽到女皇，尤其是那些即将怀孕或者是已经有妈妈这个情况的出现的。我之前在去做这种线下的塔罗会的时候，就是给朋友分享的时候，我同时是2个孕期的妈妈都抽到了女皇。对，就是其实就是感觉是一些比较奇妙的巧合吧。虽然就是我自己平时很少说去给别人测，但是还是觉得这种东西蛮奇特的。都是正位，就是有一点，包括像星星牌、女皇牌，这些都是像孕期的妈妈们会经常测到的。我这个怎么手机突然点开？稍等一下啊。然后这个睡前我刚才想到的一个就是看到这个塔牌星星是什么？星星一般代表的是希望，就是你可以先这么理解啦。我刚才有个专门学塔罗的小姐姐，你去问她了。我是什么都会一点的那种，我是比较喜欢看各种民俗的这种东西，然后包括像追神少女说到的，对，就是如果像被鬼压床，或者是出门在外比较害怕的话，可以念雷祖的名号，然后包括如果说会有这个会念金身咒的，可以去背一下金身咒，但是最后一句要改一下啊，就具体怎么改网上都有，宝宝们可以自己去看啊，这个我就不细讲了。对，我的这个我就不细说了啊。对，然后像我在这个刚才我汇总的时候想到起来，我刚还是这个就是家里那个小姑娘，就是说那个骂人的那个小姑娘的那个事儿的时候，我想起来我们旁边的那个院儿，因为我是在平房住，然后旁边那个院儿之前也出过，就是说家里的孩子也是回老家碰着件东西了，然后每天晚上孩子哭，但是没有说像那些就是像我亲戚家孩子那样，就是指着枕头底下护身符说你给我拿开那种的情况，只是说他在哇哇大哭，就是深夜就哭发烧，然后白天就没有事儿这种的。然后呢，那段时间我旁边那个院儿，就是住在那个院儿的我的亲人就跟我说，那个院儿就是出现了很多的这种算是偏向于咱们概念中的这种阴邪的动物，比如黑猫。其实黑猫一直是一个非常吉祥的，它在国内是辟邪的，但是黑猫就是猫的灵性很强，它会去到一些自己觉得就是这种会受到磁场干扰的这种地方，它会去，然后他说在就是我们院，其实我们这边平房黑猫特别少，就那么几只，然后他那天在晚上看见一只黑猫盯着他们院子，就那种绿色，我记得是绿色的眼睛，死死的勾着，就是看着那个房子，而且那个房子出现了很多像蜈蚣、壁虎，就是这种，好像还有蝙蝠，但是蝙蝠我不确定，就是出现了很多这种就是阴气比较重的虫子一类的，就是平时也有，包括我自己在平房秋天玩电脑的时候，蜈蚣爬到过腿上，但是不会说像那段时间出现的那么多。他说那段时间出现的就是就是感觉那种随处可见的一个感觉，一般这些东西不会跑到外面来，他就感觉随处可见了，就这个是
我的旁边那个院儿发生的。然后之前那个小姑娘呢，身上其实还发生过一件事儿。她回到家之前，她去的那个地儿本身也有点问题。他们去玩的是一个农家院的一个农场，是朋友自己开的。但是他们在去那个农场之前，他朋友跟他聊天就吐槽，就是他们说是吐槽，但我就听着的时候觉得有点不对劲。他们说他们那个院子里的鸡一晚上之间被黄鼠狼，就是他们怀疑是黄鼠狼，全部咬死了。这件事情就是怎么说呢？在有黄鼠狼的地方确实很常发生，但是我觉得一个农家院它不是就是不是那种小院子，是那种很大的院子，那种很大的有点像农场一样的，是里头有几十只，甚至有这个上100只鸡了，然后一瞬间一晚上全都挂掉了。然后它的背面还是一个，我记得是柚子林还是什么林，就是一个非常阴邪的一个植物，就是阴气很重的一个植物。然后旁边还有柳树，有河，就反正就是他们去的那个地方本身也那一段时间不怎么干净，然后再加上他们路上回来又上了厕所，是吧？在个野外黑天，然后野地里上了厕所，然后就遇上后面的事情，我觉着多少还是有一些关系的。好，正好10分钟，刚刚好。刚刚好，刚刚好10分钟。刚刚好。OK，对，那感谢黑凤凰的返场。对，小小的返了一下场。对，我看这个小郑又在申请了。小郑，你这是有什么话没有说完，想跟大家再唠2句吗？那我再对，那我就赶紧下了。好，我再给小郑接2分钟的，看好的。看他有什么想跟大家聊的。好嘞。Hello，小郑，你有什么想跟大家我刚才交代那点东西好像我都在评论区说完了吧？啊，本来也就准备下播了，我看你一直很执咱着的先休息吧，这个有啥别的我在搁群里说之类的。好，OK，那这样的话，咱们今天的直播就到此结束了。感谢几位网友接力般的这个分享哈，讲了很多很神奇的经历和故事。这时间也到了快凌晨1点了啊，群里头还有几十人啊，还有几十人在看。那么今天就到这里，大家早点休息。好，小郑也挂断了。OK，谢谢大家。黄本黄，棒棒的黄本黄，感谢每一位分享故事的网友，也感谢每一位听故事的来捧场的朋友啊。我的直播呢，随缘，很长时间不会直播一次，我估计下一次直播可能也会隔很久很久。那咱们有缘相聚啊，有缘相聚。更多的话，我可能就会去更新视频了，因为工作也比较忙。等下一次有机会直播吧，我也会提前跟大家打招呼的。那么喜欢听网友投稿的这些故事的呢，可以关注我。现在是每个月有一次大合集，是网友投稿特辑，每个月更一次哈。其他的我会更那什么聊斋呀、拍案惊奇呀，或者猫猪夜读啊，以及其他的内容啊，大家有追看的继续追看。喜欢网友投稿的话，就锁定每月1期的网友投稿特辑，也欢迎大家把自己的经历啊整理成投稿，私信发送给猫猪啊。那么好的，今天的直播就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捧场，时间不早了，都赶紧休息吧，我也准备下播了。好的，那么再见，大家请有序退场，今天的直播就到此结束，拜拜，晚安，各位晚安，好梦，晚安，拜拜。拜拜了。
下播了，再见，晚安，好梦。